越 VIP 越死得很惨啊。某某大人物要来看他，某某知名人物要来看他，就维持在那里啊。我们有时候闻到，就到有点那个尸体味道要跑出来了，还在救啊，这个已经超过10小时了呢。没有啦，还有地方人士刚好下飞机要等他过来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满足活人，只有满足他们而已。我看到太多病人家属都以病人垂死的蹂躏去学到死亡的严厉，这是不值得投资的一个教育。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黄轩医师，因为其实我在近期就是看到他们的书的时候，尤其这一本我很少看到书会看到流眼泪的。在看完书之后，对于我人生里面有一个课题一直在想怎么面对比较好，就是晚年到底该怎么安排。如果我真的不小心进医院了，该怎么跟家人沟通？还有一点是，有没有事情是我们事先知道会比较好的？我觉得这一集我比较像是想要好好的跟第一线的这个黄轩医师呢挖个宝。那在一开始，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很想要问，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故事，有一个男生，他一开始检查的那一个严重指数好像只有1或2，后来是你发现了什么之后做了一个检查，原来他是6或7。是，对，他那一天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个情况是这样子，这是一个30多岁一个年轻男生，很壮哈。那时候礼拜天我正在值班，我在加护病房，那急诊的学弟在 call 我，学长有个病人抽血检查起来全部都正常。你知道我们专业里面有时候弄所谓的怪怪的，所有东西都正常啊，但那个 feeling 怪怪的，学长我说不出来，那叫我下去看一下，我就下去看，我就跟那个男生30几岁很壮壮站在我面前，我就跟他说话，果然是怪怪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叫做微表情 micro expression，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个叫微表情，那时候只知道我在国中很喜欢念书，认了一本英文的时候，就是说如何把一个人像阅读一本书那么的精彩。我记得那边里面就有写这种微变化。我跟那个人说话的时候，我跟他说话，我也是对着他的，他眼神也是对着我的，我们是很自然的这样表达。可是你发现他对着你的时候，他不自主的0.02秒，他眼神会让被强制被拉走的。不对呢。然后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冒冷汗的，因为你会解释说他胖嘛，你都会用这样子自我生活的解释。那你怎么去解释在0.02秒？我又不是漂亮的小女生，我只是跟他很认真在说话，他的眼神是自动漂移的。所以他那个漂移不太像是那种，就是比方说做归心式的漂移，不像，它不是有一个固定频率的那一种，没有固定频率的，而且那个漂移是强制性的，强制到他不知觉。是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没有感觉到他有漂移这个是重点。你讲到了，我们在撒谎或是刚才我眼神也在漂移的嘛，因为我在 thinking 嘛，我们在 thinking 或者撒谎的时候，我们不自主会想要漂移到某个地步了嘛他不是，他不知道他漂移了，然后不知道漂移的情况之下，其实是最危险的，这叫做不自主，也就是说他身体变化了，所以不自主，看他所有的报告都是正常的。其中有一个我就有兴趣了，比如说正常的动脉的氧气，我们正常的他才30几岁了，别忘记他不应该才65分而已，他应该要90分以上，他现在65分是及格是正常范围我这张病狗里面应该是氧气细胞已经消耗殆尽了，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表体而已。那个氧气消耗殆尽，我们头脑那些脑神经、脑细胞，包括我们的眼睛 micro 的一个微小的细管、血管也好，微小的神经也好，那些东西都已经被影响到，所以他会很不自主的改纠结我记得那时候严重程度那个几分是我们科学去判定的。我马上跟那个讲说，这个要进入加护病房。病人还能够接受，他老婆也不能接受怎么叫我去加护病房？我全部检查都是正常我说不对正常人要考95分呢，你考65分就不对我从这一点就来说服他，我说为了避免
你变成56分，你要不要进去交病房？今天我值班，我可以20小时陪你哦。另外一部分我就跟病人家属讲，因为这个疾病它发作的时候很快速，20小时或48小时会心脏停止的哦。这个必须要去让你知道这种严重程度。然后进去交病房以后，不到中午以后，他大概氧气浓度已经掉到50了，很快哦，就进去2个小时也掉到50了。那时候我跟学弟讲，学弟说还好学长你留下来叫他进去。我说是啊，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为什么你会冒冷汗，这个就叫做交感神经过度刺激呢。代表他病情不好，交感神经才过度刺激才会冒冷汗啊。我又不是他的长官，我不需要刺激他啊，所以这个有问题啊。那果然是有问题，但问题他会每况愈下。我记得当天我会诊了外科、心脏科、肾脏科，我会了很多科哦。我要把他救回来。我就一直在掉，我就一直到他昏不醒，然后我就每1-2个小时，我就会趁大概3分钟出去跟他的老婆讲说，他目前我做了哪些，他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这样子哦，大概维持到凌晨12点。我们护士小姐大夜班来上班的，白天上完班的，小夜也准备要交接班的，大夜来上班的，然后看到病人血压心跳好像有点稳定，他说主任你稍微有点稳定，他应该可以看得到明天的太阳。我说太棒了，可以看到明天太阳。然后主任你吃了没？我就想对呢，我早餐、午餐、晚餐、宵夜我没有吃嘞。我没有吃是因为我 concentrate在这个30几岁的病患，我要把他抢回来。他30几岁并不是80几岁。然后所以我整个全神贯注都要把他抢回来，我忘了自己要吃饭。不容易，我进去那边吃完一个泡面还没有吃完就被 call 回来了，急救，马上急救到凌晨2点没有效。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他的太太讲说，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你的先生是今天是无法能够回来的。我那太太也是所有人能接受我的专业判定。但是之后过了大概1-2年以后，我在 Facebook 呢接到一个女生，就是他太太，她说你是当时的黄医生，我说是。然后再过10分钟以后，他就把我解除好友。当我解除好友是因为没有一位医生能在他面前跟他说对不起，他感受到我的对不起是来自于真情流露到极点的对不起。这第一个，他很佩服我。第二个，他说把我解除好友是因为看到我他就会想到他的先生。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解除好友。所以从那个简单的一个 micro expression，其实我已经很尽力的去进入在另外一个战场。当我进入一个战场，我是很专注的，专注到我已经忘记了我必须要吃3餐。你看一个人在专注的时候会忘记饥饿的呢。请相信我，对，会忙到忘记这件事。因为我们的肾上腺素一直在肾上，我们的饥饿的荷尔蒙是下降，所以你会忘了饥饿的所以那时候我全身全力要把他救回来，但是我没办法救了。但是我给他太太可以感受到，原来医师是可以 humble 的，是很谦卑的说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把你的爱人救回来。他的情况是不是突然下降的速度很快？好快！我们身体有所谓的临界点，我们这个一个缺点这样子，那个点一超过以后，就是兵败如山倒。尤其是年轻人，那些流感的肺炎重症也是一样啊，他在外面撑得蛮不错的，到一个点，砰，兵败如山倒下来，那一般人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看完以后，我们就知道了。所有的武器，所有东西，赶快又要把它抢回来。那个事先就要跟家属先沟通好了。像这个病人如果没有沟通好，放在普通病房放回家，那就出了医疗纠纷了。很多病人的家属不能够接受我们的专业判定，都会带他们的刻板的诊断进来。就像我也诊断一个来了说他是感冒我看不对呢，感冒没有这种症状，你吸不到气。然后又胸闷又有胸痛，感冒哪有人胸闷胸痛的啦？所以我马上做个心电图，果然是心肌梗塞。一个阿嬷半夜里面来急诊，牙齿疼痛，那个护士小姐说半夜叫不到牙医师，你不能去跟他看牙医师呀，牙医师也关我事哦。我说好了，那时候我说好了也看那个，反正急重症就要解决人家急性的不舒服嘛。好了，看个牙医，我忽然之间。回到阿嬷，除了牙齿痛以外，你哪边还有痛不舒服
我肩膀很疼痛哦，我胸口也很疼痛哦，我做起来就是心肌梗塞啊。那个就是辐射性，就是少见的会反射到下巴的牙齿，你会疼痛啊。所以我那时候我跟我牙科的同学他们都讨论这件事情，任何下巴下面的牙齿疼痛的人都会问说胸口有没有疼痛，有没有闷。因为会反射到上面去啊，就是阿妈那个是我很无聊的，多问他一句话，除了牙齿痛以外，哪边还有痛啊？因为其实我一直对一件事很有疑问，就是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很常看到某些人的猝死，他的原因都是因为心肌梗塞啊，是啊，是对。没错啊。那我很想问的是，有没有什么征兆是我们真的平常要特别留意的点？有。这个人家有做过 study 过的哈，我们走到心脏猝死，大部分说毫无征兆，不然猝死哈，不管是年轻到老，甚至我写过好多次啊，好健康的人怎么会猝死啊？其实人家有做过医学的研究啊，这些所谓的不管是年纪大年纪老啊猝死啊，其实他们之间就有症状的，所谓症状是不很 specific 的，不很特异性的，不很特异性，这个是最危险的。我有特异性牙齿痛，很特异性嘛，牙齿痛嘛，对不对？那很特异性。但是我们就讲你问他说，最近这个礼拜有没有，比如说像我跟你说话，说不到3个字，我就不自主的3个字，这个是个问题啊，你平常不会有啊，再不要你那个泵不没有力啊，忽然之间少了那个0.01秒啊，你就就好像你把它想成鱼呀，鱼类的鱼呀，它缺氧的时候这样子啊，而且是那个比较夸张啊，可是很不自主的跟你讲说，你好，主持人你好。他等于这一下的抽动，应该说这一下的呼吸瞬间的，瞬间的，我们这个叫 sign， 我们叫那个 sign， 就会叹气的 sign， 叹气的 sign 是对我们说，正常人你和我不会随便乱叹气的在讲话，对不对？但是他会啊，因为他是自主神经没办法撑的时候，就会这样的塞一下，他就会塞一下。然后第二个，他走路的时候就不能够持续，平常走路从这里走到哪一个区域都是很正常的，可是这几个礼拜，他走的时候就一直想要休息啊。不对啦，如果这个走路是平常的，你怎么会就这几个礼拜就一直在休息呢？代表这个pump没有力气啊，没办法足够 maintenance 维持啊。所以指的是，如果他走路的量是平常的这个距离，但是他就没一下子他说我要做一下，还是啊，那不对啊。我记得我有个病人都是50岁的，一个是男生，一个女生。50岁的男生，我护士小姐叫他进来，他说他胸闷胸痛，我没有去做心电图。然后50岁的女生敲门进来，门诊进来，我会给他做心电图，他也是胸闷胸痛。后来是心肌梗塞。那护士小姐在问我为什么这样子会有差别？我说他还没有看我的时候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差别啊。他什么叫还没有看你就决定差别？我说当你在叫王大明陈小姐，50岁的人，前提是他没有耳聋嘛，他也看着你嘛，他们2个人就坐在前排第一排啊。你叫王大明，王大明一听到以后，我们马上站起来啊，不到0.2秒，我们就会开门砰进来啊。我们叫陈大姐，陈大姐她听懂了起来进来要需要超过0.2秒，然后开门。他手脚都很好嘞，开门就好像一个阿伯在开门一样呢，这样走进来呢。所以我们讲望闻问切，在我急重症专科医师里面，并不是当我在病床才看到你才开始的，而是你开门的瞬间，他的行为动作、他的表情、他的颜色 micro expression 已经决定你了。一个妇人来看我，咳嗽就看我，看完以后我就说你这个可能要顺便去看那个妇产科、泌尿外科，因为你有尿失禁。吓了一跳没有你尿骚味那么严重，你才60岁而已，50-60岁而已，尿骚味那么严重。他说你没有问我，你都知道，我还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你是在漏尿啊。这是我的专业啊！我看除了看科数用听的，我也有闻啊，我闻得到啊。我专业是完全在我的心里面的。我看着你，并不是我对你很凶悍，只是因为我很仔细的看你的眉毛、眼睛，所有的东西。很多节目问过我怎么成为一个急重症专科医师，除了考试那个技能、技术要有，另外就是 personality， 你的性格。你的性格是符合这个，你才能去做。
书里面有写到一个经验，写那个经验完的心得，你是说这算是你写书以来少数难以下笔。这段故事呢，之所以会这么触动你的原因是什么？不舍啊，然后无能为力了。我觉得最能够触动我就是很不舍，就我只是一个人而已，我不能扮演上帝，是我只能做我要去做的事。可是有时候年轻的小朋友，年轻的生命，当他在你面前慢慢逝去的时候，包括我认识的医生主任，就早上8点去跟人家开刀，10点躺在急诊病床被人家急救，然后我就看到他，我就一直陪着他，包括紧急插管之后，全部都是我去完成的。然后看到他，然后整个马上送开刀房，我陪着他，然后出来，然后也看到他开刀完以后也没办法救好。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那个画面，我真的跪在他的床边说：“对不起，学长，我真的很想救你，可是我一直没办法救到你啊。下一次如果我们有再见面的时候，你依然就是我很好的一个的支持，因为你知道我们感情多好嘛。我半夜凌晨 call 他，有个交病嘛，有个肚子破掉要开刀，他说好，他不会质疑的呢，不会质疑我的诊断的呢，说好，马上嘣就来了啊！哎呀，也是一样的，他说王轩，我那边有个传到要死了，传到就要死了，就是我的啦。他说好，那我过去，既然已经传到要死了，那就是我的。我不用去质疑他所说的呢。你只要这样，当一个战场，我们在讲一句话的时候，就交接所有一切那种情感。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那个画面，我是跪下来跟他说：“对不起，如果有来生，我愿意跟你继续再抢救生命。可是这次。”学长，对不起，我 lost 掉你。我记得我分享这段的时候，在南部的医学中心，整场里面大家也都在哭泣，因为大家看得懂一个医生无法救回医生那个画面。他那一天的情况是很紧急吗？应该是说他那个症状是很突然。那个叫做你们常听到的主动脉剥离啊。主动脉剥离分成了不同类型啊，它就是那个最差的类型啊，必须要马上开刀。你怎么开刀？你知道吗？马上打电话在看断层扫描的时候，我已经打电话给开刀房，给那个心脏科的主任，一边看一边给那个主任说：“这个马上他太太也是一个护理师嘛，就马上打电话给了太太啊。我说我不等你来哦，我先送我的学长上去哦。”哇。那真的很够酷耶！对啊，够酷吧？够酷吧？哈，那个应该是这样子。我不等你来哦，但是你个手续要签的，你全部要跟我签哦，因为太紧急。我等你来，他学长肯定已经死掉了。他一听那个诊断，一听那个，他也知道那个是无法能等嘛。我们就马上去啊，可是还是没办法。所以那后来他的学姐那个太太也是回来有找门诊说：“谢谢学弟，那天听说你就跪在那边跟学长。”说对不起，哭泣，真的是跪在床边哦。所以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人类啊，我绝对不是神类。我常讲一句话：重症医师，我们不是做到100分，但是肯定的，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是超过100分。所谓的18般武艺，是不够我重症医师的，我是180个武艺。还在继续学下去，因为你们看的是10个月、10天、10个礼拜，我看的每一个东西是10秒，所以是很不简单的。我的护理师在半夜哦，大夜凌晨3点啊，他就跟旁边的学姐啊，学姐头好痛啊，好想吐哦，然后就痛，然后就昏迷过去了，就在我面前呢。我跟学姐，因为学姐很有经验丰富，我跟学姐看完以后，我说。急诊，我马上给他氧气送到急诊，就是我看到哇，他两个那个红彤彤的那个红彤彤的脸得很红到不得了，然后已经开始缺氧了，我就急诊学弟插管，砰，然后送到那个做脑部的 CT， 一送完哇。他有个脑血管破裂，我们叫动静脉瘤的破裂，就破裂以后，我也是一边看啊，像我这种急重症我不会等看完以后，所以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给那个神经科医师，你在哪里？他说，刚开完刀啊，你怎么样啊？不要回去，马上送给你一个。那个护士小姐，一般人如果动脉瘤在外面爆开。
就几乎就死掉了嘛，就救回来，他就在我们面前爆开啊。后来是救回来了，但回去还继续当我们的护理师哇！这次救回来就当面发生以后就当面马上救，因为他整个红彤彤是因为他的脑血管破裂，脑部的血管被阻塞，就一直往上冲，所有血都要往上冲，冲到他脸红彤彤啊。这个脑部有问题，所以他会这样子马上处理嘛，嘣嘣嘣，这很快速的呢。我记得前后加起来我送他去急诊到前后加起来不到15到20分钟，他人已经出现在开刀房了。哇，酷吧？这很快的啦，很快的，不质疑的。我的学弟也不质疑我的诊断的，我也不质疑我的护理师给我的呢，每个人都不质疑了，蹦蹦蹦蹦蹦蹦进去的。这个真的是救回来的，所以你们不因要为如果一般人不可能是在15到20分钟在家里发生这个症状，几乎都是，对不对？几乎来都是 OK。所以有些人病人家属不能接受，不然死掉其实我常跟你们讲了，无常是常常，我们每一天对着生命就是无常。有一个点也是我看书的时候很有感触的，就是当有一些人的爸妈进了医院，然后在你们的专业诊断之下，很可能他的情况在挨那个急救的那一段，对他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可是有一些家人，他可能还是在那个当下会觉得说，哇，我还是希望我的家人活下来，对不对？因为这是很正常，因为所有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并没有受过生死的教育那我常在节目说，其实在国民的教育里面，生死的教育应该纳入为国民的伦理基本教育目前是没有，但目前我们一直在立法安宁缓和医疗立法、病主法，然后接下来听说还有人在提倡安乐死的立法，所以我们法就写的就是整个 infrastructure 的那个 skeleton， 就是那个骨架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这个那个 soft 的东西肉水没有进去，所以一般的民众在没有被受训过的教育里面，对于死亡里面，他们在当下的1个礼拜、当下的7个小时，他们怎么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呢？尤其是当他们情绪被干扰以后，哪有明智的选择？他只有道听途说，把10000分之一好过于100万分之一，1000分之一好过于1万分之一。我有病人他今天跟我讲后，明天他就死掉他是病人的家属他是决策的家属明天以后他就，因为他本身就乳癌所以明天以后他明天以后就轮到他死了我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一个病人一般死完以后，出殡完以后，第二天他儿子就因为心肌梗塞就死掉了。所以我就跟你讲很多东西并不是如你计划的，是变化是正常的。所以如何教育民众生死，那时候我们就有安和医疗管理那个条例，我们是说都是你中的时候才看看，不要去心肺复苏术不要，你们百货门之后不要急救了然后后来发现到不应该当人家在那么情况的时候叫人家去做决策，所以我们就有病患自主权利的预立医疗。然后我们希望说，透过家庭的2位以上人能够去咨询。先咨询我们，去门诊来找咨询我们，共同好后，那我们才来签下我们的预立这个医疗的决定我们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病重的时候，我们已经很严重的痴呆，或者说不能够救的疾病的时候，那这个情况我可能不只是不要电击，我可能不要插尿管，不要插鼻胃管，不要什么管子在我身上继续插这部分是蛮重要的那一般民众的观念就是会一直思考不好的，他会想到，哎呦这样子万一呢？万一医生这样签完以后，医生就不救完了我爸爸就损失一个，这很正常，我刚才讲了嘛，都会想很负向的嘛，对那你们想这个负向，难道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吗？我们早就已经想到了，所以我们才那时候立法的时候，他们问我说，哎呦，又不是一个人了，我说死亡是一群人的，所以至少必须要有2个人的亲人关系，然后做决策。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讲有个名人告诉我，哎呦，2个人做决策，2个人变老了，然后一个叫失智，一个叫痴呆，一个比较严重，一个叫不严重，然后大家互相忘记了，怎么办？我就说没有最后这20年30年里面，你应该要给所有的子子孙孙刚才我讲了社会的责任就是家庭的责任。
我们子子孙孙应该每年这一批的人，我们就来签完以后，下一批人要签，所以大家都知道大家有签这样子的话，真实与共是一家子的事你不能自私当初我们来这个人世间，也是一家人都知道我们来了这个人世间当你要死亡的时候，一家子的人也是要面临你要去死亡的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可以 get ready， 我们可以先事前准备，事前预防。当下我们慌乱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决策但是平常就可以决策那也是一样一般民众都会说，我跟他讲就不会听。我说好了，我说兄弟你过来，你老爸老妈讲的话，你以前有哪几句我听你都没有听对现在轮到你你要跟老爸老妈不听，正常的。那反而你是要找沟通的工具是什么？沟通的工具很重要呢。就像我有个病人，他的老爸得了肺癌，然后得了肺癌以后，然后他就跟他女儿有一天你去送他的兄弟往生了，他结拜兄弟往生了，他就跟他女儿讲，开始感叹了，有一天也会轮到他嘛。女儿就趁机那你要不要先去签那个不要去插管急救的东西？后来他马上就签了。有就是说那个 timing，我们沟通工具是看 timing。你不要学我一个粉丝，我跟粉丝很好玩，他听我讲完以后好感动，他就说：“哎呦，这个假日爸爸、哥哥姐姐、妹妹来高雄，我请你们吃牛排，哇，这是什么大的心愿？你们不要出钱，我出就好了。”他们大家都来了好久没见了，大家家庭聚餐牛排的 menu 的上面全部都放了个不要急救的同意书。我说这种沟通工具是不正确的。当初你入学考试的时候，你爸爸妈妈也没有这样子，必须要考100分签一下。所以你了解吗？因为我们了解，我们忘记了家庭的沟通工具要用哪一些？这个是因人而异每个人家庭都不一样因为我自己也是蛮喜欢预立医疗这一个概念。那我想说，如果要可以让它在被更多人重视的话，我觉得或许有一件事情也会需要聊聊看，就是说。黄医师，你觉得对于一般人来说，因为其实我对急救的概念我是不熟悉的。一般人对于急救，比方说现在家人他现在就是重症嘛，然后可能需要电击或干嘛的，他们对于这一个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他们不清楚的是什么，还是会误会的点是什么？会啊，我刚才讲嘛，教育里面没有教育你们嘛，对，所以你们不清楚是正确。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预立医疗里面要先有咨商？咨商这段时间不是1天2天，是这段时间。我们的护理师，我们的相关的会跟你咨商，让你不只是你了解而已，你旁边人了解，他们会透过影片、多什么片来跟你说会有面临的这样子。那我们的预立医疗我们通常就是要找时机。我们最理想的就是你和我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大家去签嘛，这是最理想的。对啊，这个是最理想的。有时候会遇到铁齿钢齿、金齿什么 whatever 不管哪一个齿了我们就会找 timing 也许他有个慢性疾病的，也许刚好清明节，这时候开始来聊一聊。我后摆有一天要死时，你不可以跟我安怎，对不对？还有聊起这个好棒我们下个礼拜我特别请假陪你去那个咨商。哇，那个家人其实那个父母亲都很感动你看，有的还讲免啦，我一个去就好啦。不需要，这黄医师有讲2个人以上，最好是家人全部都去，那是蛮重要的，因为死亡是大家一起要面对的，并不是你2个老夫老妻面对的所以这部分先有咨商，让大家有个所谓的普通的卫教，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什么情况有效，什么情况没有效这部分你们所思考了我们在立法过程中已经替你们想好了你不要去想太多。你们家附近的任家医疗机构就有预立医疗的机构了，你不知道可以去上卫福部就找到你们家附近的那家医院那家医院就有专门的人员在负责这个了，打个电话给他就可以了。那所以像比方说，我从书里面看到一些故事是，可能他在被急救的时候，是会到可能要7孔流血或什么的，
会很痛。它那个其实产生的伤害性是会很久吗？还是怎么样？因为其实这个我真的是没什么概念。因为可以想象哦，你可以想象你躺在床上，我把你四肢绑起来了，嘴巴还可以插了一个管子，就你可以想象你看到多痛苦，气孔流血，还有大小便失禁。所以我们常常那个急救到最后啊，我们那个 bedside 我们的床边哦，味道一大堆，血的味道啊，尿的味道啊，痰的味道啊，小便的味道一大堆啊，很复杂在那里。其实一个人能够到这样程度，代表他，你看我们连肛门的都失去了功能了，这是一个蛮那个，那就代表说已经没有了嘛。那家属不放弃，我们就会继续去做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意义的就是给家属的情绪缓和下来，有所交代。我已经急救30分钟然后我们也曾经看过 VIP 啊，因为 VIP 也死得很惨啊。某某大人物要来看他，某某知名人物要来看他，就维持在那里啊。我们有时候闻到，救到有点那个尸体味道要跑出来了，还在救这个已经超过10小时了呢，没有了。还有地方人士刚好下飞机要等他过来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满足华人这些站在旁边的这人的所谓的不管用他们家庭的什么因素、政治因素、人情因素 whatever 什么事，就满足他们的。科学上的是完全是不需要的。所以到最后我们急救是叫机器去急救，因为我们手会断掉啊，会累啊，所以我们急救砰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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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嚓，就这样子啊。所以其实在一般民众而言，因为你们没有接触到，所以不会有都以为死亡死是让别人去死，对不对？一样的啊，你会说，哎呦，抽烟会有20倍机会得到肺癌，抽烟的人告诉我，都是隔壁的老王会得，就是我们的人的脑部的习性，你不用去怪人家这是人的一个性格习性。所以这个要改变的习性，就要透过教育传言、传情、传承，就是我们这种节目也好，或是什么节目也好，我们就传给一般民众至少一般民众知道有预立医疗的时候，他们会拿起电话去打这个电话就启动了这家人的生命的抢救了。我们并不是每一次你看完后必须要看到他们得到很好的善终，不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能拿起电话去打电话去询问，就契机来了。这样想起来，有联想到一个概念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来的时候是没办法决定怎么来的，但是至少走的时候还是自己可以先思考安排一下，假设真的要走，怎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限制或怎么样的期望，可以做一些预先的安排也不错。人生自古虽无死，就是说一定会死。既然你能够生命有力，让你活在这个人世间，你还可以决定让自己怎么好好的走，而且还可以协助家人一起好好面对怎么去面对死亡，去走完这一生。我觉得这是我们来这一生最荣耀的事。我们跟人家讲，如果人家说预言会准，你跟人家讲我一定会死，这个一定会实现。另外一个可以实现的是，我们大家一起好好死，所以必须要行动。行动刚才讲嘛，只是签署而已。签署你大部分人都想我要死，我一个人去死嘛。问题是死亡不是一个人事，不是跟你讲吗？你是一家子的事啊。对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有感动，谢谢你。有行动，我不知道，但我感恩你。我一直觉得我们对父亲母亲给我们的健康的生命，然后我能够很健康的跟他们一起讨论生死、生老病死。你看，生老病死，我们不一定老，我们不一定病，我们一定会死哦。棺材并不会跟装老的、装病的哦，所以装随时会死的人哦。所以如果你有生老病死，就好像春夏秋冬，感恩嘛，很感恩呢。我这一生可以过春夏秋冬，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很感恩呢。我能变老我会生病问一下你们自己你多少的同学年纪轻轻不用老不用病嘣就死了。不是吗？是。对为什么我们还活到现在？对就代表很感恩对不对？我们活到现在就代表我们 get ready 对所以生老病死，春夏秋冬，
就像我们这一生里面，冬天要来了，我们要去买好冬天的衣服啊；秋天要来，我们好好的秋的衣服，不是吗？这样子死亡要来了为什么你不去好好去面对它呢？太对不起我们的生命了。命只有一条，死亡只有一个方向，但是让你的命又好好的能够死亡的话，也只有一个方向，一个决策去签署。好，那最后有一个小的快问快答，如果说只能挑一个族群来看这一本书，因为我自己最近在写书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那个对象感，我到底写给谁看的？那假设说现在只能决定让一个族群，因为上面有写到医护人员、病人还有跟家属，对不对？如果只能让一个族群赶快看这本书，把你的讯息传递给他，你会希望是谁来看？我放不下手中的温度。最重要，那时候我摸到一个病人的时候，跟他摸他的时候来跟他做病情，他好感动。他说他罹癌那么久，并没有一位医师可以在床边坐下来摸着他的手来跟他讨论。我才知道我放不下手中温度，对病人而言是蛮重要的。当然你生病的人，你重病的人看这本书是非常有 feel 的，因为你看主持人，你没有生病，你看这个可以流眼泪了。那有生病人看这个肯定有眼泪。然后我告诉你们，其实我也会流眼泪，但是我流的不是眼泪，是心里面的泪，我会有感触的。所以如果有一族群的人，就是你心里面，如果你有生病人，这个人一定要看。看完以后不是感动而已，要跟你的家人一起讨论。那你的家人有时候一时之间不能接受，这很正常的，因为他们没有被受训过但是你可以进而慢慢说就可以了。因为我认为我很不希望看到我记得好像不晓得在哪里有讲到，我看到太多病人家属都以病人垂死的蹂躏去学到死亡的严厉，这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也是我们身为人类，我们在教育里面不应该以自己的父母亲、子女、爱人他们的痛苦临迟的死亡来去领悟死亡，这是不值得的投资的一个教育。那唯一能够教育就是坐下来听到这个节目，我们知道原来还有个医理医疗，你爱你的家人，你爱自己，爱爱人，爱子女，你就必须要生死与共。好，然后我讲一下，因为这个算是黄轩医师不知道，因为我其实看完书之后我就戒烟了。因为我其实是去年11月、12月那时候，那上了一堂慈悲探险心理学的课，然后到后来我就有找到一个方式去因应我心里的那个挫败感，所以原本是靠喝酒，后来就好。后来收到这本书的时候，那一天我在那边看，那因为我是坐在这里嘛，我就在那边看，然后一看就想到我阿嬷，因为我阿嬷、我爷爷他们是先走，然后他们在医院我有顾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哇，其实人生最后这一段如果没有处理好，真的是很痛苦。所以那一天就看完书之后，我就打给我一个朋友说，那个哥，我这里的烟拿去给你，然后他说你酒都戒掉了，你烟都戒掉，你人生还有什么乐趣？这样我说没事，不管。那当然我到现在大概也戒了快1个礼拜吧，每一天还是我想要有那个抽烟的念头，可是呢，总会觉得说我应该还是可以过一下更好的人生。所以其实我觉得之所以会想要谈这本书，从我个人的初心来看，更像是从黄医师的这一个经验里面得到很多体会。那希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得见。很感谢黄医师今天拨时间来，谢谢。很感动了，谢谢你的成长，谢谢，这是我的感恩。谢谢。这本书叫《我放不下手中的温度》，现在各大书城都已经订得到了，只要搜寻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买到这本书了。好，那我们就有缘再见，拜拜。